风389，兄弟论道两杯茶，兄弟投缘似海情，兄弟交心无车花，兄弟思念三更望，兄弟怀旧伴天下，兄弟今生两家心，兄弟来生一个妈。兄弟护国三军壮，兄弟安民万事夸，兄弟上阵也群狼，兄弟拉车8匹马，兄弟水战千艘艇，兄弟出塞100支甲，兄弟胜利浪豪雨，兄弟四月一枝花。兄弟情啊，夜空中万千星月。兄弟情啊，红尘里无限光华。兄弟情是没有色的酒，兄弟情是没有钱的家。知县大人，迎送奉运花石纲的诸位大人。这押司，你是县衙里的押司，还是个第一名？各位大人居庙堂高远，恐怕不知道县衙吏治，分第1名押司和第2名小押司。你一个押司小吏，竟叫我和你称兄道弟，还口口声声大小押司、第1押司、第2押司。你是刚做押司吧？先生猜测的不错，难怪你不懂规矩，真不知道你是如何到这个仪仗队里来的。想必这个又矮又黑的小吏，想做官都想得心发疯了。一旦为吏，终身为吏，全无出头之日。认命去吧。各位大人，前面就是郓城县了，已经净水坡街，黄土垫道，城墙也正在拆。方才那个小吏叫宋江，这名字好生熟悉呀！不会是人称及时雨的那个宋江吧？就是那个山东呼保义，及时雨宋江宋公明，你们都知道这个人？大人，千万不要小看了他呀！他属居郓城县，生性重义，好皆是江湖上的好汉，济人之贫，周人之急，扶人之困。
只要有人投奔他，不管高低，绝不推辞。闻名山东、河北，都呼唤他呼保义，又称作及时雨。宋押司，贫道父姓公孙，单名一个胜字，道号一清，江湖人送外号入云龙。我是京师皇家御赐延福宫的提点道士。这次杭州造作局献上4丈高的花石，道君皇帝御笔亲封，神功招运时，贫道奉旨送字。有幸得遇及时雨宋押司。我在此等候多时了。方才在花石纲的仪仗队里，宋江已见过先生道貌奇清，现在才知道先生鲜明。先生，有什么需要宋江的地方？贫道说一段故事给宋押司听。宋江，洗耳恭听。话说我大宋仁宗天子在位。嘉佑3年3月3日5更3时，天子摆驾紫环殿，接受百官朝贺。啊，嘉佑3年，那时节宋江还未出世。先生尽管说。天子御笔亲书，并将御香一柱，钦差内外提点殿前洪信太尉为天使，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。请张天师星夜来朝。太师在哪里？赶快出来接旨。启禀太尉啊，这一代天师叫虚静天师。他对迎来送往的虚事他不喜欢呐。哦，所以在龙虎山顶结了个茅庵呐。他在茅庵上修行，并不住在这儿。第2天5更时分，道士们起来备了香汤，请洪太尉沐浴，换了一身布衣，脚下穿上草鞋，吃过素斋，取了丹罩，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，手里提着银香炉，降降地烧着玉香，许多道众人等把他送上山。走过数个山头，大约30多里路，看着脚酸腿软走不动了，洪太尉口里不说，肚里踌躇。他心中想：我乃堂堂朝廷大员，平日里锦衣玉食都不免倦怠，何况穿着草鞋走山路？明明知道天师就在茅庵，却叫俺受这苦，遭这罪。
道士，可恨，让本官受到如此惊吓。我要上山见不到天师，我下去跟他们有话好说。小魔童，我问你话。你来这里可是要见天师？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个小小的牧童啊！我早间在草庵中服侍天师，听天师说，今天皇帝要差个洪太尉捧着丹诏玉香到龙虎山，宣我到东京做3600份罗天大法事，驱赶瘟疫天灾。我现在乘鹤驾云去了。此时天师该早到京城了，你就不用上山顶了。山上有很多毒虫猛兽，别伤害了你的性命。你不要诓我呀！哎，臭道士！哎，太尉大人，臭道士，你见到天师了？我是朝中贵官呐！你们怎么能让我走那个弯着悬崖呢？啊，我差点丧了命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山上啊，碰到白毛大老虎，差点吃了我，胆战心惊啊！这还不算啊，路边上窜出一条雪花大蟒，盘在路中间，拦住我的去路啊！我不是命大，我能回来吗？你戏弄本官！哎呀，本道怎敢对大臣无礼啊！这个山中确实有巨蟒白虎啊，但是它不伤人。这个就是祖师在试探你心诚不诚哦。哦，我已经精疲力尽了。嘿，可是我一转身就看见一个秦油吹笛的牧童，我想跟他问路。他说张天师都知道了，而且驾鹤去了东京，要不我怎么回来呢？哎呀，可惜呀！太尉啊，你错过了。我错过什么了？那个牧童就是祖师啊！那个牧童就是张天师啊！啊，他怎么这么点啊？不是，这一代天师虽然年龄小，但是德行极深呐。额外之人四方显化，极其灵验，世人呐，就叫他道通祖师啊。哦，那这么说我是有眼不识天师啊，我错过了。哎呦，太尉放心吧，祖师既然已经下了法旨说去了，你回到京师以前，这场法事祖师就已经做完喽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一派胡言吗？你是没有天师，哪一个牧童来欺瞒我？啊！我一定要找到牧童，而且还要找到白毛大虎、雪花大蟒，到时候看你说什么。大人，你不能进去，这儿你不能进。不是，哎呀，太尉大人，你看看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了。你看，这九天殿、上天殿。还有紫薇殿、北极殿、三官殿、辟邪殿，真的都看完了，真的不敢对太尉大人不恭啊。那个糊着红泥墙的是什么殿呢？哦，那个是大唐洞玄国师镇压魔鬼的伏魔殿。哦。
为什么重城叠叠贴这么多封皮啊？太尉啊，这个伏魔殿锁住了好多的魔鬼啊，所以每一代这个祖师啊都贴了这个封条，这就是告诫他的子子孙孙呐，不要任意的开启。一旦放出了这些煞星，那厉害了得呀！哎呀，代代相传到今日，大概也有8、9代祖师了吧？你看看，你看这铜锁那锁眼儿，那都是用铜汁浇筑死了的。开门，我要看看这魔王什么样。哎呦，不，此殿不可开启啊！历代祖师讲，万万不得开启啊！胡说！你们这些臭道士！装神弄鬼，蛊惑良民，故意编造什么镇妖魔法，啊！假装你们的这个道法，我读书万卷，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锁妖镇灾之术。人鬼之道，阴阳两隔，我就不信这里面有什么魔王。来，把门打开，我要看看魔王长什么模样。哎呀，万万开启不得呀！一旦开启，放出了这些星煞，天下大乱。你要是不给我开门，等我回了朝廷。先揍你们这些道士装神弄鬼，眼里没有圣旨，阻我宣诏，不让我见天师。我后揍你们私设伏魔殿，假称锁镇魔王，蛊惑军民百姓，把你们渡牒追回，撕配流放。太尉大人，贫道不敢呐。好吧，来人。这几个封条，给我撕了！看什么看？赶紧撕！推开，往里面看时，黑洞洞的，里面已经数百年不见阳光，昏昏默默，杳杳冥冥。众人一起到了殿内，只觉得冷气阴飕飕的刺骨，让人止不住的战栗发毛。睁大双眼，却伸手不见五指，长如30夜，却似5更时。好黑暗呐！洪太尉叫随从取了10几个火把，点着了。有人认识这些吗？问你呢，你认识这个吗？哎呀，这都是龙章凤传的天书啊！贫道真是不认识啊！这4个字你认识吧？玉红而开呀！几百年前我的名字就刻在这儿，这是天意呀！啊！你们中间有姓洪的吗？啊！我姓洪啊！玉红而开就是等我来开啊！天意如此啊！赶紧速入火宫，带着工具来吧！太尉不能啊！臭老道，你不要再阻拦啊！我倒要看看是如何玉红而开的。啊！几百年前雕我的名字的时候，没想到这是因缘聚会啊！赶快叫人来吧！太尉大人了不得！
赶快挖！太尉啊，这都挖了3、4尺深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别挖了吧。早就知道没有什么。哎，挖出东西了！挖出什么了？一块青石板。青石板，挖！不能再挖了！哎呀，不能挖了！挖下去！千万别挖了！你看这火光越来越小，看不见了。这连落底的声音都听不着啊！哎呀，这是无底地穴呀，这哪是人工能够挖出来的？千古幽关一旦开，天罡地煞出全台。自来无事多生事，本为消灾却惹灾。宋亚司，那伏魔殿逃走了36天罡72地煞星，你就是其中一个。却不是一来天罡星何当出世，二来大宋朝必显忠良，三来恰好遇到红信，这不是天数吗？宋江是那天罡地煞里的一个，又怎样？啊，宋亚司既是那36元天罡72座地煞星的星主之一，现在有一件大事。宋亚司为也得为，不为也得为，这是天数。什么大事？贫道久闻宋亚司大名，现在我有10万贯财富，想送给亚司做见面礼。亚司可愿收下吗？先生说的这10万贯财富，在什么地方？那当朝太师蔡京每逢生日，各地官吏都要向他敬献奇珍异宝，称作生辰纲。北京大名府府尹梁中书乃是蔡京的女婿，自民间榨取了10万贯，献给蔡京做生辰纲，途经这济州。这笔财富不可错过。古人云：“当取不取，过后莫悔。”怎么取？劫取。先生，宋江真的是那天罡地煞的星主？当真是，亚司但取无妨。
雅思，不妨与贫道吃些酒如何？好是好。雅思先饮。先生变化的好酒。尔等也想饮酒吗？退下！尔等妖孽还不快走！哎呀，好生闷热的天哪！不如再召唤点金风来如何呀？风来，火来！雅思，不出一盏茶，这风急来。先生，这铜剑是松纹古剑吧？正是。好剑。先生无高无下，纯天口地，一套洪太尉误走煞星的故事，糊弄江湖术士的故意把戏，骗得过曹莽，瞒不过宋江。宋江若是在肩头也装了酒囊，也能凭空叫酒来。手指在囊中蘸了黄灵，也能凭空叫火来。在这剑上涂了石药，也能把肉眼看不见的小鬼劈出血来。宋江若是懂得些天文地理，懂得月运而风，处论而语，也能呼风唤雨。雅思果然厉害，识破了在下的伎俩。哪里有什么天罡地煞？贫道在亚斯这等英雄面前做作，实在是不该。这是为了说服亚斯截取那不义之财生辰纲。你乃天子供养的道士，理当忠君而为。我听你说了多时了，早就不耐烦了。宋亚斯，你想怎么样？先生后面有人。亚斯不会使剑，拳脚也不过如此，你斗不过我。英雄岂能以拳脚论高低？我这一剑送出，可就把你穿个透心凉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一个人如何取得那10万贯生辰纲？还请先生随我一起到衙门仔细密议。你这是要让贫道伏法呀？我劝先生还是将宋江杀了灭口，否则只要我活着，就会举报你劫取生辰纲。我公孙胜不是那贪财的强盗，为抱不平寻访义士，劫了那不义之财，散之于民。这次碰到了宋亚斯，
就如同遇到了及时雨一样。我要是真杀了你，这世上就少了及时雨。哥哥，是不是那个道人要害你？宋亚斯，就怕你日后不肯做强盗，却做了强盗的头。快追，上马！哎呀，你要吃官司了，宋亚斯。大名府下签要押你去伏法，那大名府要定你的罪，是何罪名？本县问你那道人的时候，你不该谎报他相貌，还隐瞒那道人姓名字号，这下可好？报到大名府梁中书那里去。你可知那梁中书是蔡京的女婿，权高势大，杀人就像弯腰提鞋。为了生辰纲，他这人宁可枉杀100，也绝对不会放1人漏网。现在他想布置本县，要治你2人相约劫取生辰纲之罪。大人的意思是，饶了你事小，洗清你的罪事大呀。大人，小人写了一份呈请。哦，公孙胜如何蛊惑小人，小人如何冒死缉拿他，句句是真。仅凭这几纸文字，怎么叫大名府就信了你呀？此番只能现实捉了那贼道人公孙胜，你们当堂对质，这样你自然就能脱罪。来的时候，记得那庙门是关上的。如何现在庙门开了？那庙有没有庙祝？殿门不关，莫非里面有歹人？怕什么？灵鬼显灵，有鬼啊！就算是鬼，遇鬼捉的鬼怕什么？什么灵怪显灵，分明像个贼。莫非是那道人乔装打扮，逃匿在此？先扎着刺。
好一个大汉啊！20多个专捉强盗的士兵都按不住。小子，不把我都打走，别说20个，200个你也不是对手。公孙胜，结巴，是什么公孙胜啊？不是公孙胜，还则罢了。既不是公孙胜，那就一定是梁山下来的贼人。不是公孙胜就是贼人呐！不用炸他了，他不是公孙胜。哥哥，这厮要不是公孙胜，可就再没那道人的踪影了。哎，那也不能捕风捉影。天快亮了，这红毛大汉，即便不是公孙胜，也难说不是梁山下来的贼人。雷横，我们解了这厮去东西村，到晁盖、晁保正庄上讨些点心吃。好，然后解了他去县衙问话。哥哥，路途不错，前面就是晁保正的庄子了。若是那公孙胜要想劫取生辰纲，除了蛊惑我之外，在这济州府郓城县方圆5、600里，还会去找谁？那是水泊梁山上的强盗。除了去找梁山泊的贼寇，他还会去找谁呢？谁能跟哥哥并论？托塔天王晁保正。走吧。哥哥原来到东西村，不单是找我，原来早就打定主意要寻着晁盖。保证，保证。来，大家酒足饭饱啊！哎，各位要吃好喝好啊！来，来，干一碗。马上。都头，来，干了。都头，到这儿有什么公干？哎，奉知县相公的军旨，令我和朱仝带着士兵，分头到乡村各处寻拿贼盗。哦，那在我们村抓到贼了吗？在那灵官殿上，有一个大汉睡着了。雷都头见那厮不是什么善良之辈，就把他给捆了。本想解到县衙去问罪，这一来，时辰尚早，衙门还没有开门；二来这个事情，也要跟你保证打声招呼，待日后父母官问起，保证也好回应。现在此人就捆绑在你庄上的门房里。是吗？你们这儿怎么没有东西村才有的野羊肉和大溪里的3尺大鱼？都头说笑了，眼下时节天正黑着，到哪里捕那野羊跟3尺大鱼啊？啊，方才来的路上，宋江不慎丢失了招文袋，里面有火石、火镰、手戳，还有笔墨什么的，不知能否寻来？啊，哎，你叫几个庄客去找宋押司的招文袋。哎，再找几个庄客随我去抓野羊和大鲤鱼。
带回来给2位客人吃。是，保证。太麻烦了。无妨，他既然对晁盖说了，晁盖定当让他尽兴。哎，保证休要当真，我随口开个玩笑。啊，稍后，我去把那座山烧了，截断溪流，把溪水放干之后，我看能不能抓得到。啊，天王真是好大气魄呀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下我来！啊！这个大汉，你不是本地人，我没见过你。我是从远乡过来投奔一个人，被官差们不分青红皂白把我当贼给抓了起来。你来我这地方投奔谁？我来你们村投奔一个英雄好汉呢。这英雄好汉叫什么名字？他们都叫他托塔天王晁盖。你找他有什么事？他是天下闻名的英雄好汉。我有个天大的好事要告诉他。哎！我就是晁盖，你说吧。你就是晁天王啊！这天王哥哥，你快救我呀！啊，天王哥哥。请喝茶。您请喝茶。哎呀，怠慢了，怠慢了，此番打扰了。你的这个袋子找到了，就掉在莲藕田里。哎，保证有劳了。哪里？厉害呀，厉害！怎么厉害？这才几杯酒的功夫，就将这丢失的招文袋找了回来，如何不厉害？如此看来，在这一带，保证做什么事情，没有做不成的。面尘无
愿来生能与你一路相